皇甫战天也在打量着皇甫天族入阵的众人，他的表情有些复杂。虽说那些入阵的族人乃是精挑细选，可要说血脉，他的血脉可是不弱。想当年，他也多次参与过太古血脉塔，但都未能成功将太古血脉塔的力量彻底唤醒。虽然也进去了，但是获得的收获实在有限。今日竟被这些后辈唤醒了，他这身为老一辈的天才人物，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。但毕竟是自己的族人，皇甫战天也只是稍微不是滋味，却也没有说嫉妒之类的。高兴也是真的高兴，不过他也想知道这些人中到底是谁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老一辈的几乎之前都参与过太古血脉塔的开启，新面孔那就只有小辈了。最终他的目光也是锁定在了3个人的身上，那便是皇甫尚武、皇甫江月以及皇甫江心。他倒是不觉得是皇甫江心一个人的功劳，因为他是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，有几斤几两他清楚。他觉得是这3个孩子的功劳，只是另外2个不抢功罢了。若是皇甫圣宇那几个小鬼还在，岂不是更加利奥德？这一代小辈确实妖孽啊！莫非时代真的变了？皇甫战天内心感叹。但相比于皇甫战天的感叹，王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。他看着皇甫江心那得意洋洋的模样，极其不爽。这逼养的装啥呢？他不会以为那是他唤醒的吧？王强心中怒骂，他很清楚这是楚风的功劳，但是他没有与楚风说话，因为他发现当别人在欢呼庆祝之际，楚风依旧盘坐在阵法之中，哪怕阵法已经光芒暗淡，似乎就要解除，可楚风却异常专注，甚至比先前还要专注。出于对自己兄弟的了解，王强知道楚风肯定还是有着自己的节奏，他肯定还是在干着什么事情。9色雷霆映照天地，所有人的脸上、身上都被9色雷霆的光芒覆盖。人们没有恐惧，有的只是兴奋，太古血脉塔力量被唤醒带来的兴奋。可很快，人们脸上的兴奋同时变化，变得诧异。天上地下9色雷霆皆已变化，遮天的雷霆开始收缩，塔上的雷霆也开始收缩。收缩的方位是同一地点，是太古血脉塔的顶端。原本遮天蔽日的9色雷霆，最终化作一个9色雷霆球体，悬浮于太古血脉塔的顶端。虽覆盖面积减小，可依旧威势不减，不仅如一轮明日，照耀八方。很快，有9道雷霆光柱自那球体飞射而出，以转动之姿横扫四面八方。这一幕引得全场惊叫，许多人瞬间就被吓尿了，因为那9色雷霆的气息太过恐怖。他们还皆觉得，若被击中，那绝对必死无疑。但很快人们平静下来，他们发现9道雷霆光柱虽然转圈扫射，可无论是穿透大地，还是穿透他们身体，都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认真观察，这其中暗藏玄机。皇甫战天察觉不对，发声提醒。闻言，皇甫天族所有人都是认真观察那一景象。皇甫江心自然也是看得极其认真。傻波一，真能装，你看得懂吗？王强看着皇甫将心那认真的目光，心中骂骂咧咧。等一下一起进去。此刻，楚风的声音在王强耳边响起：“兄弟，你弄好了。”王强惊喜不已。相比于其他参与开启太古血脉塔的那些人，或多或少有些虚弱，可楚风却面色红润，看起来没有丝毫损伤，轻松搞定。楚风得意地眨了下眼，因为确实收获极大，至少他很是满意。刚刚那皇甫天族的家伙说那雷霆球暗藏玄机，莫非是他说错了？王强之所以问，是发现楚风并没有观察之意，确实暗藏玄机，但这玄机我已悟透。楚风道：“啥时候悟的？”王强问。就刚刚。楚风道：“我擦，你看一眼就悟了。”王强震惊。对，本来之前想着你就不要进去了，反正开启阶段没有掺和，进去可能也捞不到好处。但是我后面发现这里面的好处不仅仅是开启之人能够捞到。楚风暗中说道：“那有什么好处？”听到好处，王强双眼放光。我现在也说不清楚，但我知道大概位置是在第99层，咱哥俩一起去瞅瞅。楚风说道：“行。”王强连连点头。9色雷霆化作的球体并未持续太久便消散开来，而太古血脉塔的底端也终于在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多道结界门。看来太古血脉塔彻底开启，人们终于可以进入其中了。皇甫战天叹了一口气，虽未入阵，可他刚刚也在观察，但他却未能看透。看出什么了没？皇甫江月则是看向自己的弟弟：“你看出了吗？”皇甫江心反问。没有。皇甫江月摇头：“我也没看出。是不是皇甫战天太敏感了？那就是一个展示，根本没有玄机。”皇甫江心问。有可能，毕竟他也从来没开启过太古血脉塔，怎么可能懂那么多？皇甫江月表示赞同。皇甫战天确实是他们皇甫天族内分量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而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分量，乃是皇甫战天的修武天赋极高，血脉乃是天之将品。据他们父亲说，皇甫战天一直在修炼一种特殊的玄功，那玄功使得他的修为增进缓慢，但在其炼成之日便会突飞猛进。若不是修炼那特殊玄功，皇甫战天现在的修为绝不会只是一品天神。可哪怕是一品天神，皇甫战天的实力也并非只是一品天神那么简单。但皇甫战天的天赋优势只是在老一辈，在过去视为妖孽的血脉，在他们这一辈却是层出不穷。就比如他与他弟的血脉品阶也都是天之将品，因此表面对皇甫战天毕恭毕敬，
实际上心中也都是有些不服。姐，走吧。黄甫将心看了琪姐一眼，便率先动身进入太古血脉塔之中。他这一动，原本站在原地的众人宛如潮水一般涌入太古血脉塔，这其中也包括楚风与王强。进入太古血脉塔，浮现在眼前的景象与众人想象的完全不同。眼前不是华丽的宫殿，也不是深邃的岩洞，竟是一片茂密的丛林，且这里有着束缚之力，他们都无法御空而行，观察力也极大受限。但各方人马都第一时间冲入丛林之中，生怕错过了隐藏在丛林之中的好处。楚风原本也是率领着人马快速前行，就仅在黄甫将心等人后面一些。但走着走着，楚风便停了下来，他是被迫停下的，因为他身体极其虚弱，剧烈的喘咳着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王强赶忙搀扶住了楚风，可能是先前开启血脉塔，血脉受损了。楚风说道。听他这样一说，王强的担心立马消散，明白楚风是装的，必然有所意图。可不明真相的黄甫将心则是轻笑一声：“废物。”虽然有些距离，可他却一直暗中观察着多人，其中也包括楚风。眼见楚风如此没用，只是开启太古血脉塔便受损成如此模样，再回想起他先前受众人崇拜的目光，这种差距使他也将笼罩着楚风的观察力收走，觉得此人根本配不上他的观察，也不可能是他的威胁。眼下所有跟随楚风的人也都停下望着楚风，大多数人都是满眼的急切，但却并非是担心楚风，而是原本他们是在队伍的前列的。因为楚风的停下，各方人马都超越了他们，这使得他们很是焦急，生怕错过了好处。起初还能忍一忍，可眼见着所有人马都冲了进去，就只剩他们了。终于有人等不了了，小友，你负伤我们很同情，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好处，你若支撑不住，不如将塔令转交给老夫。那是一个老者，具有4品真神的修为，他从一开始就贼眉鼠眼，原本是打算进来之后抢夺楚风的塔令和身上的宝藏，可后面见到楚风有天龙界灵师撑腰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现在说话还算客气，也是因为有天龙界灵师撑腰，不然早动手来抢了。老登，你进来是收了我好处的，拿钱办事，就别想着其他的了。王强说道。这位小友，此言差矣，我们进来也是为了塔内的好处，你们若是把我们当狗，你那些报酬可是远远不够。老头说道。我很快就好，请稍等一下，不会耽搁你们。楚风说道。小友，你也是修武者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的道理你也懂，人家都进去了，我就剩咱们了，再不动身，连口汤都喝不到了。这样，老夫将我那份好处还你一些，你将塔令交给老夫如何？老者嘴上说是还上一些，可却根本没将东西拿出来，反而是说话间将自己那4品真神的气息释放出，这分明是威胁。